单兵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是陆战场上常见的两种装备，但目前火箭筒的名声却比无后坐力炮大得多。比如人尽皆知的 RPG 火箭筒家族，打坦克、打步战车，甚至客串打直升机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是 RPG 火箭筒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再来一发。但是无后坐力炮作为战场上的反坦克和反装甲车辆的利器，当然也可以打击单兵火力点。其中无后坐力炮的最大价值就是可以通过2-3个人，甚至在极端情况下1个人就可以发射中口径的炮弹。早期直瞄射击200米之内的装甲目标和火力点，在狭窄环境下可灵活运用。但是在目前的各军事强国中，无后坐力炮已经基本被其他武器替代，在大部分时候被认为是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但在美军中，还有一种无后坐力炮——卡尔古斯塔夫 M4 无后坐力炮。无后坐力炮尽管早在一战时就由美国率先发明出来了，但真正被大量运用还是在二战期间。战后50年代，曾在全球军界掀起了一股无后坐力炮热，北约、华约2大集团军队都有无后坐力炮装备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卡尔古斯塔夫，其最新型号 M4 无后坐力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单兵重火力武器，空重不足7公斤，弹重不足4公斤。战时装上一枚待发射的实弹时， M4 无后坐力炮仅重11公斤。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身扛一具 M4 无后坐力炮，随身携带4枚实弹，尽管全重23公斤，但却具备了4次打击装甲目标，完全具备了摧毁前沿野战工事的可能。 M4 无后坐力炮包括一个发射管，以及安装在后膛的文丘里反冲阻尼器，前部附近有2个把手，一个尖左，一个安装在该武器左侧的瞄准具，发射84毫米制式无后坐力炮弹，对于装甲目标的最大射程超过400米，对建筑类攻势目标的射程达1000米。相比较装上1枚实弹时全重将近13公斤的全球大名鼎鼎的 RPG-7 火箭筒， M4 无后坐力炮似乎性能比 RPG-7 更先进。毕竟 RPG-7 火箭筒对装甲类目标最大射程为200到300米，对野战工事等建筑类目标最大射程为500米。 M4 后坐力炮特点显而易见，无后坐力。严谨的来说， M4 无后坐力炮后坐力还是有一点的，但相对于其他反坦克武器相比，其后坐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与榴弹炮、加榴炮等大块头相比，无后坐力炮有着独有的设计，在炮管底部装载有跟弹头同等质量的易碎配重物，发射药爆燃时产生的高膛压在将弹头推送出去的同时，将配重物从炮尾喷射出去，以抵消后坐力，因此可以做成紧密跟随步兵前进的火炮，由步兵在卧姿甚至立姿无依托情况下使用。当然，要追求较好精度时，它仍然是架设在工事或者车辆上才做得到。总的来说，其作用其实和火箭筒相当，但是与火箭筒相比，缺点很多，比如喷焰大、重量大。这2个缺点都是无后坐力炮原理决定的。无后坐力炮与普通火炮使用相当的发射药，激发后瞬间就燃烧完毕，因此膛压峰值高，需要使用更厚的炮管，因此重量也就更大。而火箭筒使用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，火箭发动机燃速慢，加速均匀，膛压低，因此发射筒可以做得很轻薄。另外，火箭发动机现在可以做到真正的基本无烟推进。无后坐力炮使用的发射药还不能消除巨大的喷焰，正因为要承受高膛压的考验，又要能重复使用，加上要确保精准度，不少炮管内刻有膛线，所以无后坐力炮对炮管的材质和制造工艺要求颇高，这就使得无后坐力炮的炮管需要用坚固的金属来制造，而一次性火箭筒的筒身常用玻璃纤维来制造。与无后坐力火炮较高的造价相比，单兵火箭筒则显得物美价廉。不过一分钱一分货，造价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两者的射程各异。与无后坐力炮相比，单兵火箭筒的有效打击距离较短，一般在300米以内。在实际作战中，单兵火箭筒很多时候是在几十米的距离上发射，无后坐力炮的有效射程则更远。无后坐力炮本质上也属于火炮，如同一般火炮所配备的弹药那样，无后坐力炮的炮弹通常没有动力系统，离开炮口后，炮弹的飞行全靠发射药在炮管内爆燃时产生的推力。简而言之，无后坐力炮的炮管不仅要赋予弹药飞行方向，还得提供飞行动力。无后坐力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破甲弹。
但是随着装甲防护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无后坐力炮的作用受到限制。随后，单兵火箭筒的出现，彻底的将无后坐力炮打入了冷宫。无后坐力炮发射时会产生大量的火焰和烟雾，暴露目标的同时，也有可能误伤到自己人。想要提高穿甲威力，就必须提高火炮的口径和改进弹药。但是这样一来，整炮的体型就会越来越大，于是无后坐力炮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地步，威力不如传统火炮，机动性和隐蔽性又不如单兵火箭筒，之后就变成了车载武器。但是车载的无后坐力炮威力确实是高了，但牺牲便捷性、生存性大大降低，这种基本就是在战场上裸奔的武器，对战场上的钢铁洪流构不成威胁。升级装甲还不如发展常规火炮，提高便携性还不如发展单兵反坦克导弹。就是在这种环境下，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依旧能在当今国际市场上活跃。最新版的 M4 无后坐力炮采用了新型钛合金制造的无后坐力炮管，较卡尔古斯塔夫 M3 轻3公斤，且仅为目前仍在多国列装 M2 版本的一半重量，比 M3 钢制炮管轻 1.1 公斤。另外，炮管外壳采用碳纤维材料，减重 0.8 公斤，并且通过重新设计外形减小了它的尺寸，使得 M4 总长减到了1米以内。尽管减轻了重量， M4 的钛合金结构仍具有 M3 结构1000发的使用寿命。相比较之前大多使用穿甲弹的无后坐力炮， M4 无后坐力炮能够发射各种84毫米口径的弹药，包括反装甲、反结构、多用途、反步兵和支援弹药等，其中高爆反坦克弹药可以穿透400毫米的亚压均质装甲。此外， M4 无后坐力炮弹膛内拉出了螺旋线，发射的弹丸可以形成自旋，因此打击精度要高于火箭弹露出发射筒外，在飞行途中必须依靠可折叠弹翼以及平衡感来保持稳定的 RPG-7 火箭筒。只是国际环境不适合无后坐力炮， M4 一直并未被各国采购。真正让 M4 无后坐力炮名声大振的是美国陆军的大量使用，而敢于大量在军队中装备无后坐力炮的军队，目前也就只有美国一家。美军装备无后坐力炮也不是没有原因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军目前使用 M4 时，大多都是治安战，士兵不会面临高强度作战的风险，就算是随身携带的炮弹用完，也可以在附近的补给车队中获得备弹。加上不需要步行进行长距离机动，所以无后坐力炮重量大的缺点对于美军而言并不是很明显，只是在战略对敌中， M4 无后坐力炮还是基本已经被 AT4 单兵火箭筒取代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各位朋友认为 M4 无后坐力炮如何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见。